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天堂，因为我们今世是短暂的，是非常暂时的，然后就有永生。那如果我们信耶稣的话，我们永生是跟他在一起，就是在天堂里面。其实圣经说，以后神会创造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我们会有新的身体，我们会活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，跟他在一起。那时候不会有泪水，不会有痛苦，不会有死亡，而且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还有我们对神的爱，会是完全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非常非常盼望，应该很期待天堂，我们应该常常想到。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。几个礼拜以前，我们就开始看哥林多前书13章。我们首先看了第1到第3节，在那边保罗说，爱是关键的。无论我们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我们有什么恩赐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，我们可以做什么牺牲自己的事情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哥林多的这个教会，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教会，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教会。所以保罗是要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对，因为即使你们有这些恩赐，但是你们如果没有爱，你们什么都不是，也什么都不能做。然后我们又看到第4到第7节，保罗在那边是讲到爱活出来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特别有提到说，神希望我们不计算人的恶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原谅别人，我们周围的人，虽然他们可能会害我们，但是我们应该原谅他们。那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最后一个经节，就说13节，保罗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3样中最大的是爱。下个礼拜就会看这个经节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看第8节到12节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？你们帮助我念好不好？爱是永不止息，天之长大，终必归于无有，说话也只能终必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知道有限，现实不然也有限。当那完全的来到，那有限的必消失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行事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一长大成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我要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，到那时我所认识如同我认识我的样。保罗在这边说，我们现在对神的了解，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是暂时的。他说，先知的讲到，只能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只能终必停止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能力，我们现在这些恩赐是有限的，是暂时的。我们现在需要，我们现在可以用到这些恩赐。当然，但是将来我们在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了。然后他继续说，我们现在对神的了解是有限的。他说，我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的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他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消失。那保罗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哥林多这些基督徒，他们有这些恩赐，比如说讲方言啊，那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棒，他们觉得自己很伟大，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成熟，很属灵，他们甚至觉得他们比保罗还要优秀，所以他们自高自大，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好。但是保罗想对他们说，其实他们知道的很少，他们这些恩赐是暂时可以用的而已，而且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其实我想保罗想对他们说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他们教会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！你看哥林多前书后书，哥林多的教会
问题非常非常多，而且是很令人觉得很惊讶的问题。他们真的很乱。那保罗是对他们说：你们如果真的认识神，你们就会彼此相爱。即使你们认为你们非常成熟，但是其实你们是非常不成熟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的比哥林多的这些基督徒多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正本圣经，他们本来就是有旧约圣经而已，我们现在是有新约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都知道吗？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成熟了吗？我觉得不可以啊。第一，我们虽然有圣经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懂圣经。圣经最重要的那些教义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懂，都可以了解。但是圣经也有很多部分，连那些最有学问的学者，他们还是看不懂，他们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因为圣经是个非常非常奥秘的一本书。我们每个人应该常常看圣经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直进步。但是我们现在不会有完全对圣经的了解。还有，除了圣经以外，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想问神，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答案。给你们举一个有一点可笑的例子。我儿子很小时候，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他赢了一个金鱼。其实我孩子每次去那些活动赢这些金鱼，我很害怕，我觉得我们家好像很不适合养这些东西。我每次养的时候，它们很快就会死。所以我看他养这个，我觉得我很害怕。那我儿子看这个金鱼，他好爱它，他觉得这个金鱼好棒啊，他很喜欢。那过了不久，当然死了。那死了的时候，我儿子非常非常的难过，非常难过，一直哭一直哭。那他很坚持，我们要给这些金鱼主办一个追思班。我要讲道，因为我要讲道，我还要祷告，我还要给他买账，这什么都有。那我儿子非常非常伤心的说：“爸，我的金鱼将来会不会上天堂？”那他问我的金鱼会不会上天堂？我不晓得怎么样回答他，因为说实在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认为鱼这种东西大概不会上天堂吧。但是有的基督徒他们推测，说不定我们所爱的动物，等一下以后我们在天堂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到它。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说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觉得可不可笑？我念到神学博士，但是我这个小孩子他问我一个问题，随便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要说我不知道。那我常常是这样子，人问我问题，我说我不知道。我常常不知道。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会发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。那么我们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，但是神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承认，我们现在的对神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。他给我们的了解是足够，我们可以信他，我们可以跟随他。但是我们很多问题，他没有给我们答案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永远的，因为他说，等他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消失。等他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消失。所以将来会有另外一个状态，一个完全的状态。那时候我们会对神的认识会更深，我们会跟现在不能比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。那保罗在这里用2个话来帮我们看。第一，他讲到一个人从小长到大，他说：“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长大成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。”我们从小长到大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长大了以后，我们还是可以记住，还可以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些活动、一些事情。但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了解
大人的世界。我刚才讲我儿子一个故事，我现在讲我自己一个故事。我小时候，我大概不晓得3、4岁的时候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有个想法，而且我很有把握，这是真的。我相信人出生，因为你知道小孩子一直在怀疑人是怎么来的，我是从哪里来的。那通常大人不会讲得太清楚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那我那时候很清楚，我很有把握说，我出生是在一个水塔上面出生的。我们那时候住的那个地方有2个水塔。那有一天我爸在开车，我跟他在一起，然后我看到水塔，我就问他说，是不是这个水塔是我出生的这个水塔上面？那我母亲听我讲，她觉得很奇怪，什么意思？那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但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有把握，就是人出生就是在水塔上面出生的。那是不是我听大人讲话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然后我用我这个小孩子的逻辑来把这2件事情，出生还有水塔都连在一起？要不然可能我做梦，然后我梦里面的事情跟真正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那时候以为我是在水塔上面生的。那你们听这个，你们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猜你们也有同样的类似的经验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大人的世界。我们用我们的小孩子的头脑来想。但是我们没办法了解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逻辑，但是我们没办法了解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是有一个办法来了解大人的世界，我们要长大，我们长大我们才可以了解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那保罗在这里是说，我们现在的状态，好像小孩子，无论你几岁，无论你多大，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好像小孩子一样。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大人，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不成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想法大概是错的。我们现在说的话，我们现在思念，大概有很多很奇怪的。但以后我们在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回想现在这个状态，我们会笑，哇！看我们那时候有这种的误解，那时候对神有这种的误会。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上天堂，我们才完全了解，我们才可以成为很成熟的人。然后保罗也讲另外一个比喻，他说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我父亲到那时就要面对面。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，哥林多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它的金铜有名，那他们那时候常常是用金铜来做镜子。你用这个铜，然后你好好把它抛光，抛得非常非常亮，你就可以用它来当一个镜子。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种用玻璃做的镜子，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种铜做的镜子一定不是非常好的镜子。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脸，但是那个铜里面应该会有很多的瑕疵，会有一些不平的地方。那你会看到很多的扭曲，而且那个颜色不对，所以你看你自己的皮肤的颜色也是不对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完全、非常不完美的一个镜子。所以你看你自己，你看得见你自己，但是摸不清。即使我们现在用的镜子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的镜子比较好多了，但是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什么都是相反的。你耳朵成为你的左耳，右耳就成为你的左耳，左耳就成为你的右耳，而且你不能看你头的后面，你不能看你自己的脸，对不对？是很有限的。那我用更好的一个比喻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，我们有视讯这个技术，我们可以跟别人讲话。这是我的父亲，我是天天跟他讲话，我每个礼拜都跟他讲话。那我记得30几年以前，我在台湾第一次的时候，
我要跟我的父母联络，我只好写信，因为我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我写信，然后我等差不多2个礼拜才看到他们回信。那现在我每天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就可以用视讯来跟我的父亲讲话，我可以看到他的脸，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那是真的很棒，就是非常非常感谢神。不过呢，这个也是非常有限的，是不完美的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看到脸听不到声音，有时候听到声音看不到脸，有时候整个画面都冻结了，那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用这个，你知道，这是比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的时候好多了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有限。所以我非常期待我暑假可以回去再看我的父亲，坐在他的旁边，面对面的跟他讲话。那么保罗是说，我们现在认识神，有一点像我们是用视讯来认识神，因为我们有圣经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认识他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有一点模糊不清。但是以后就不一样，以后我们就会面对面的认识他，我们要非常期待。那时候我们会认识他到什么地步？他说：“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认识。”全认识什么意思？全认识其实不能是说我会有一个对神的完整的一个认识，一个完整的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有限的，他是无限的。你不能把太平洋的水都装在一个小茶杯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同样，你不能把神都装到一个小人里面。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，他完整的认识我们不能完整的认识他。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。现在我们看神好像有很多的扭曲，很多模糊，很多困惑，很多不太清楚的地方。但是以后我们看他，我们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。我们所有的这些困惑就已经消失了，我们所有的误解就已经没有了。我如果把我的眼镜拿下来的话，还可以看到你们。其实不用眼镜，你们更好看。开玩笑。我不用眼镜的话，我可以看到差不多第6条，我还知道你们是谁。后面的人，我看到你们的脸不太清楚你们是谁，什么都是模糊不清。我如果再把眼镜戴上来的话，哇，一下子就很清楚。那保罗是说，等一下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把眼镜戴上去，哇，本来模糊不清，突然间非常非常清楚。那这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经验呢？我想圣经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状态，要等到审判以后，神赐给我们新的身体的时候，但是好像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进到那个完美的那种状态。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6到8节，他是这样说，请你们帮我念。所以我们总是勇敢的，并且知道，只要我们在主的身体内，就是离开了主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勇敢，更情愿。所以他是说，我们还在这个身体里面。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？我们是凭着信心，因为看不见。但是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凭着眼见。所以听起来好像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到神那里去，而且立刻就对他有一个新的看法，一个新的了解，一个新的认识。我们好像把眼镜
带上去。我们现在以后都不用视讯，都不用看照镜子，我们是面对面看到他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你会期待这样子，你会想到这样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事情，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。我们现在生活，我们应该尽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。为了要说，我们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感到惭愧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尽量的认识他。你们当学生的，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现在对神的看法、对神的认识，会影响你这一辈子、这一生的生活。你现在应该尽量多认识。尽量认识他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会有一点模糊性，那没有关系。你用圣经，你用祷告，你用教会，你用团契，你用你的朋友来帮助你，尽量认识神。这样的话，他一定会带领你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生活。你们当比较好像青年的或中年的人。你们也要想到这一点。虽然你们现在是大人，大家看你觉得你很成熟，从天堂的角度来看，你们还是小孩。我也是还是小孩，我们是小孩子。那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很小，我们迫不及待要长大。至少我是那样子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的父亲是在大学教书，那我看那些大学生，哇，他们好成熟，他们好大，我永远都不会像他们这么成熟，觉得好像要等到18岁，好像要等很久才可以这样长大。那我们现在要有同样的一种态度，我们现在还在这里，天堂好像很遥远，但是我们要尽量准备，尽量往那个地方走，我们要尽量认识神，尽量学习爱神爱人。还有人，我们当中有人年纪比较大，我们年纪比较大，我们就会多一点想到死亡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看见死亡好像离我们比较接近一点。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，所以我们死的时候，这对我们是有益处。我们立刻就会到神那边去。现在我们看得很模糊，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。现在对他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，那时候是完全的。我们不要害怕。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，我们失去了我们亲人，我们想念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不要太难过，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已经在那边面对面看耶稣，面对面看神，他们已经认识他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试探，任何可以搅扰他们的事情。他们幸福快乐比他们在这的时候多很多，那他们也是非常等不及我们去跟他们在一起。我的外祖母是1983年去世的，那时候我还在台湾，所以我不能回去。我知道他快要离开，但是我没办法回去。那时候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。那我这个外婆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她的信仰是蛮简单的，蛮强壮的。她非常非常爱，而且她就是态度就是非常非常乐观。那我父母跟我讲说，他快要走之前，他有一天跟我妈妈说，他说我快要认识，如同主认识我一样。他用保罗的话，他是期待，他是很高兴，他快要去看神。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子。我很想去跟他在一起，跟神在一起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也会去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到认识还有知识？我以为哥林多前书13章都是讲到爱，
但是这一段好像完全都是讲到什么认识、什么知识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我想是这样子。哥林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对知识，还有所谓的认识神，他们对这个很有兴趣，他们觉得他们知识非常非常多，他们很认识神。那保罗要跟他们说，其实你们还是小孩，你们还是小孩，你们还是非常不成熟。还有，保罗要对他们这样子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保罗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说你们认识神，你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为什么你们教会这么乱？你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为什么你们不能彼此相爱？你说你们认识神，你们还有这种不成熟的行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说，真的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会改变，我们会学耶稣的样式，我们会越来越像他，我们会像他一样会爱神爱人。耶利米书第22章16节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是讲到约西亚王，他说他为困苦和贫穷的人伸冤，那时就得了福了。认识我不就在此吗？这是耶和华说。他说这个王，他做什么？他为困苦和贫穷的人伸冤。然后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：“认识我不就在此吗？你如果当一个王，你说你认识我，那你就要为困苦和贫穷的人伸冤，你就是要做这些好事，要不然你说你认识我，这是虚伪的。”新约还有一句话：“没有爱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没有爱的就不认识上帝。你说你爱上帝，但是你不爱别人；你说你认识上帝，但是你不爱人，这是虚伪的，是假的。你想到以前那些法利赛人是非常好的学者，他们天天都在看圣经，他们懂得很多，他们是很好的神学家，他们认识神吗？神亲自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有接受他吗？他们有拒绝他，他们有恨他，甚至要杀他。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头脑里面的知识非常非常多，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不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达到了，不但是他们很不成熟，他们以为他们成熟。他们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对知识的看法是错的，他们对认识神的看法是错的。他们所寻求的知识，就让他们自高自大，没有让他们真的认识神。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想、要了解的一件事情。尤其是这个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大学里面，那大学很自然的会很注重知识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想法，我们要了解，如果说神学的知识的话，如果说对圣经的了解的话，神希望我们得到的知识，希望我们对他有的认识，是一种会改变我们的知识。他不改变我们，他不让我们爱别人的话，那这个知识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们在这边每个礼拜都有讲到，我们有主日学，我们每个礼拜除了这个礼拜外，我们有我们想要的问答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经的真理，我们才可以认识神。所以我不是说圣经不重要，圣经是
最重要的，一定要认识神，一定要了解圣经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了解圣经，但是你还是不认识神。有时候有人，他们一天到晚都是看圣经，但是他们忽略他们的太太、他们的孩子。有时候有人，他们每个礼拜都来听到，他们去上主日学，他们去上很多课，看很多书，但是他们周围的人，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。有的基督徒，他们书很多，知道很多，但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他们根本不关心。那这算是认识神吗？我想我们应该想到耶稣复活，在海边跟彼得讲话的时候，那个故事，大家都记得。他跟彼得在讲话，他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我爱你。”那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然后他再问一次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他说：“牧养我的羊。”然后他问第三次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那彼得非常非常难过，你怎么会再问我这个问题？你知道我爱你，什么都知道，你当然知道我爱你啊！然后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那彼得如果真的要喂养主的羊的话，他要看他的圣经，因为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喂养神的羊。但是耶稣没有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爱你啊，那你去念圣学院。耶稣注重的是爱，是牧养，是关心。那在教会里面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牧养的责任。牧师有，我们小组的组长有，还有其他人有。但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关心人的责任。所以耶稣还想问我们，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那你怎么说？我爱你。好，关心你周围的人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你好好关心你的家人。你爱我吗？主啊，我爱你。那你看，你周围有这么多人还没有听福音，你要去关心他们。我给你们一个从我们自己的教会一个例子，我觉得这个例子是不错的。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有成长工作坊，有差不多120到150个学生会来到家长里面。那我们有讲座，我们特别去请最好的讲员来讲学生需要听的一些题目。而且我们请了超过40位的桌长，就是说大部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带领小组的讨论。那每个礼拜他们都来，那学生在这边，这些桌长跟他们讲话，跟他们交朋友，花时间认识他们，了解他们，这是不简单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忙。那他们来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学生有爱心。他们想帮助这些学生，他们要牺牲他们这点时间，而且不单是礼拜二晚上，他们甚至会请学生来他们自己的家，是他们给他们吃东西，用自己的钱，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这些学生。那这叫做爱，这叫做爱，因为神耶稣是怎么样爱我们的吗？他是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身体。你要爱别人，你要愿意做一点牺牲，你要花时间，你要跟别人在一起，你要听别人讲，你要尽量了解他，你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如果说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做，我们不愿意做的话，那我觉得是有点空虚的。你来多礼拜有什么原因？是因为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很平安的感觉吗？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吗？没有错，
这完全没有错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，所以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来唱歌，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应该是寻求这种平安、这种安慰，这没有什么错，但是是不够的。那你来做礼拜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想认识神吗？这也是完全没有错的，这是对的，一定我们来是，我们很想认识他，但是这还是不够的。我们来一起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又要寻求我们自己的平安、自己的安慰，又要寻求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，同时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还有施给我们的爱，来爱我们周围的人，很具体的爱他，不只是说我爱他。但是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方法去关心别人，这个才算是爱，这个才算是认识神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想到天堂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？我觉得保罗自己给我们的非常非常好的榜样。他说，这是腓立比书第1章21节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死了就有益处的意思是，如果神说我今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要去跟他在一起，那我就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很期待，我很想去，因为那边比这里好多了。现在我看神看得很模糊，我在那边我面对面的看神，我很想去那边，我一点都不怕死，因为我很想跟他在一起。但是，如果他希望我现在留在这里的话，那我会怎么做呢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要认识基督，我要服侍基督，我要帮助别人认识基督，我要学基督的样式。我还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会尽量学习耶稣来爱神爱人。复习一下。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，我们将来会有完全的认识，我们会对他有完全的爱，这是我们应该期待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很竭力的向前走，我们要尽量认识他，尽量爱他。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比喻，假设你知道。你明年这个时候要搬家去日本，而且你知道你去日本之后，你大概不会再回台湾，你大概会一直留在日本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但是反正是这样子。那你现在会不会做什么准备？应该会吧，应该开始学日文，因为你去那边，你希望你可以讲一点话。你大概会开始看一些日本的什么电视剧，因为你想了解他们的文化，到那边的时候不会那么惊讶。你可能会看一些书，因为你希望你可以多了解本人是怎么想，是怎么生活的。你要准备你自己，因为你反正要去那边住。我们基督徒很快。要搬家，多快我不知道，今天、明天，再过10几年我不知道，但是反正是非常快的。我们都要搬家，而且我们要搬家以后，我们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会到一个新的世界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准备我们自己吗？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那个地方的文化。那个地方的语言，天堂的文化是什么？是爱，爱神爱人，尽心爱神，爱你就像爱自己一样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学。